湖，就会有一些大雁、野鸭。但现在大雁都飞走了，天气暖了，都去了南方，或者是返回了北方了。公园里面呢有很多这种木头的凳子，都会有一些铜牌啊。据说大部分呢都是为了纪念别人，特别是逝去的亲人捐献的这种椅子。就这种椅子呢，可以让大家随意的坐。你看，都是一个 memorial， 就纪念谁的这么一个凳子。我觉得这种传统还是挺好的，又可以让失去亲人的一些老百姓呢，经常来这边走走，就想到他亲人。但同时呢，平时更多时候呢是提供给那些市民，大家到这边走累了坐，看看湖景什么的。哦，这边还是有几个大鹅了，还带着几个小鹅，你看没有？这应该是一家人啊，2只大鹅带了4只小鹅。就这种景象非常好，没人打扰。就有时候你走近它呢，它还会来拿它的那个喙来啄你啊，就不希望你打扰它。这个就是加拿大的平和的自然的环境，应该说也是激发起很多人内心的这种渴望啊，跟大自然亲近的这种需要。虽然说有些人认为这个是没法当饭吃的，那现实可能也是如此啊。但是如果说你还能够有物质上的一种温饱的话，应该这种精神的需要也必须得到满足。你看这边就这一家，又是2只大鹅守护着它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只小鹅。这个小鹅应该出生没有太多久吧？你看毛茸茸的，特别可爱。哎，你看，自然界里面也可以这种舒心的过得自由自在的日子，不容易。这边也有2大2小，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啊？就是这些大雁啊，可能放弃了南飞，它冬天来了以后啊，它就在这边孵蛋，哺育它的下一代啊。那也可能是从南来往北飞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意外的生了他自己的孩子，需要在这边养育一段他自己的这些小鹅。那不管是哪一种啊，这也是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落脚点。现在我进入到森林里面了。有这一对华人在那边做操了，广播体操吗？节气功健身运动17法。
有很多人响应啊，不错。这个中央公园里面呢，这种步行道或者骑行道其实有很多，我也不知道走的是哪一条，就随便找一些路在里面穿行就好。这边还有些树，开着挺漂亮的花啊。哦，这些花还开得非常的茂盛呢，掉了一地的花瓣。但整体而言呢，早已过了春季啊开花的季节了。这条马路上行走的人很多。就係啦，幫我而家睇啲飯底㗎嘛。佢啲成分啊，嗰啲鹽酸鹼。我发现转了一圈呢，又回到了帕德森车站了。看来我的路没有找对啊，但也无妨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随意的这边来先行的骑行一下，就从这个车站往回骑了。这些地方呢，我想我上一次来的时候，也就半年以前，都来寻访过。如果你对加拿大温哥华有兴趣，可以关注一下我，可以看看我的频道里面啊，在加拿大拍摄的一些视频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追踪我接下来几天的在温哥华的行程，也会有更多的这边的分享。和大家见面。现在左侧的这条轨道啊，就是架空列车 SkyTrain 的轨道。我呢就想沿着这条轨道啊，就一路的骑回去。
这里呢就最多这种新房子，就置换了以前的那种老的廉租屋。就这块地方呢，以前是廉租屋最集中的地方。这是按照以前加拿大的一种理念啊，就是要把那种最方便的地方，像车站边上、大的购物中心旁边这种地块呢，就是拿出来建廉租屋，那么让那些负担不起车的人，可以便宜的在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呢生活，大概就出于这样的初衷。但是30年河东，40年河西，享受了几十年这种社会福利的群体啊，现在就面临着他们失去了可负担的租房，原来他们熟悉的这种环境呢，现在都变成了相对而言比较高级的住宅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他们已经失去了机会啊，再搬回到使得他们比较容易生活的地方。所以据说呢，前一些年也在这边大家抗议啊，但是最终呢肯定也是不了了之，因为最终呢城市的发展啊，多多少少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，或者呢不可能如大家所愿啊，这就是社会的现实。左侧呢就是梅丘汤的 SkyTrain 车站啊，我现在呢就顺着这个 SkyTrain 往回骑了。这个右侧那种低矮的 apartment 呢，就是我说这种廉租房啊，都还在，但是呢已经越来越少了。这条 SkyTrain 啊，桥下呢就专门做了一条步道兼骑行道，就你顺着这条道骑呢，非常的安全啊，因为没有车辆，也没有太多人打扰，这也是我比较喜欢骑行的一条骑行道。就正常情况下，
这个过马路的行人的灯呢，你必须都要摁一下，它才可以变成一个让你通行的绿灯啊。就你如果不摁呢，它就错过了这个过去的机会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顺着 SkyTrain 轨道旁边来骑行。偶然也会见到这边的人开着那种比较笨重款的电单车。这边开车的司机呢，都有一种共识，就是礼让行人或者骑单车的所谓的这种弱势群体啊，当然并不以这样的标准来区分，那这个就是一种大家的礼貌吧。马路边上呢，就是一些老的居民的房子，一般都是一些独立屋，因为比较老，所以占地面积比较大，都有自己的花园，看上去像田园，像恬静的乡村。前面呢就是 Royal Oak Station 啊，就距离我坐的 Edmonds 呢还剩一个站。你看，我虽然按了这个行人通行的这个按钮，但是并不是马上就转成绿让你通行的信号，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调节的，不是说你行人就是一概优先，它还要考虑一个交通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啊。那我觉得这当然也是非常的合理的。好，我现在呢经过了 Royal Oak Station， 继续沿着这条骑行道向我住所的方向骑行。今天呢纯粹就是闲逛而已，适应性的骑行一下，因为昨天呢才把这个单车
重新更换了内胎，修好以后啊，就可以随意的骑行了。但实际上呢，这几天天气预报啊，天天都是有雨的，所以我也不确定在未来几天里头啊，到底还能够骑到哪里。但是前天我去 Stanley Park 当然是开车游了一番啊，就感觉 Stanley Park 那边夏天那种大家争先这个骑车的情景啊，还是让人非常有一种想要去骑一下的欲望啊。让我看看未来这几天天气如何，希望呢能够再去 Stanley Park 骑行一圈。当然一般来讲都是要搭着 Sky 圈去到附近，下车以后呢才开始骑行。这次呢，我还把我在上海买的一块码表也顺便带了过来。刚刚呢，我装到了我的车上啊，就大概可以记录一下骑行了多少路啊，所花费的时间等等。当然，这个并不是重要的内容，就只是了解一下而已啊。
骑了一路啊，我看了一下码表，现在是12公里啊，不急不慢的骑行，完全就是一种休闲式的骑行，而且感觉换了内胎以后的这个车轮的气压也非常的正常，就一如半年以前骑行那种感觉吧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一段适应性的骑行啊，还是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中，就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这段骑行啊。好了，过了这条马路呢，我就到家了啊。刚好呢，也是2段拍摄，大概1个来小时吧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偷个懒，准备相对原汁原味的把这一段骑行路上的见闻呢分享给大家，也作为我时隔半年再次来到加拿大，再次来到温哥华骑行的一个小小的留念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就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观赏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就是那么长时间对我视频的跟随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此打住，下一段骑行再见，拜拜。